我们每天都在讲要睡饱一点，但你有没有想过，睡觉啊，它其实不只是休息而已，它更像是我们大脑每天晚上都要进行的一场超重要的修复工程。可是你也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干扰真的太多了，搞得这个工程啊越来越难做。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怎么用声音的科学，把我们失去的那个宝贵的深层睡眠给找回来。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这个核心问题。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奇怪，我明明身体累得要死，为什么脑袋就是停不下来，一直转一直转？跟你说，这真的是我们现代人共同的痛。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找出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法。我得先强调一下，睡不好这件事，它的后果远比你想象的今天好累哦，还要严重的多。你看科学家已经发现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其实超忙的，它在做2件大事。第一是把一整天下来累积的那些大脑垃圾，也就是神经毒素给清干净。第二呢，就是把白天的短期记忆好好的整理打包，变成可以长期储存的档案。所以啦，这就是为什么睡不好不只是精神差而已，它会直接伤害你的思考和记忆能力。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真正的主题了。很多人可能下意识觉得，睡觉就是要安静啊，声音一定是敌人嘛。但你知道吗？科学告诉我们，这不完全对哦。有一些特定的声音频率，它不但不是干扰，反而是可以引导你的大脑进入深度休息的超级好帮手。OK， 首先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常听到的白噪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声音世界里的一张白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把我们人耳能听到的所有频率全部都包进去了，而且每个频率的音量都一模一样大。最经典的例子是什么？就是那种老式收音机你转不到电台的时候发出来的那个嘘的声音。对，那就是白噪音。所以白噪音到底有什么用？它的关键作用其实就是4个字：声音屏障。你看它的原理是这样，它先帮你把整个环境的背景音量垫高一点点，这样一来，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噪音，比方说砰一个关门声，或外面突然有车按喇叭，这些声音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那么刺耳。它就像帮你撑起一个看不见的声音防护罩，保护你不会被这些突发状况给吓醒。好，讲完白的，我们来看粉红噪音。它跟白噪音有什么不一样呢？简单说，它把比较高、比较尖锐的频率给调低了，所以听起来会比白噪音更自然、更柔和。你想想看，那种很稳定的雨声，或是风吹过树叶那种沙沙沙的声音，对，那种感觉就是粉红噪音，听起来就舒服很多，对吧？厉害的就来了！粉红噪音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帮你挡噪音而已，它更是一个深层睡眠的增幅器。有研究就发现，这种声音的节奏跟我们大脑的脑波很合拍，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把你带进去，并且延长那个对我们大脑修复最重要的慢波睡眠阶段。这点真的超级重要，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压力大的上班族，或是深层睡眠本来就会变少的中高龄朋友来说，简直就是救星。最后一个，我们来听听中噪音。这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所有颜色噪音里面的男低音，那种最低沉、最浑厚的声音，它的能量几乎全部都集中在最低的那个频段。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就像是远方瀑布那种轰隆轰隆的声音，会是很闷很闷的雷声。总之就是非常非常的厚实。那这种声音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它的关键字就是镇定焦虑。你想想看，因为它完全没有那种高频的尖尖的声音，所以它对我们耳朵跟神经的刺激是最小最小的。这对什么样的人最有用？就是那种睡前脑袋还在开会，思绪停不下来的人。中噪音可以给你一种好像被一条很厚实、很温暖的毯子整个包起来的感觉，帮助你那个过度活跃的神经系统慢慢的冷静下来。
OK，了解完这些声音的科学之后，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科技产品是怎么应用这些原理的。基本上市面上主流的解决方案大概可以分成两大派。第一派我们叫它屏障派，它的目标就是帮你建立一个绝对的声音屏障。另外一派呢，我们叫它建筑师派，他想做的是当你生理时钟的建筑师。你看这张图就超级清楚的，这两种思路的差别在哪？左边这个绝对屏障派，它就是专心搞好声音这件事，它的目标很纯粹，就是用科技给你一个完美的不会被干扰的声音环境。那右边这个呢，生理时钟建筑师派呢，它的格局就更大一点，它不只用声音，还加上了光线，想要从根本上去重新训练校准我们身体里那个睡觉起床的内部时钟。那我们就来看两个代表性的产品。左边这个 Electrofan Evo， 它就是绝对屏障派的经典代表。你看它就是专心一意的产生纯粹的而且不会重复的声音。那右边这个 Hatch Restore 3， 它就完美展现了生理时钟建筑师的想法，把灯光跟声音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帮你训练生理时钟的工具。我们先来深入看一下 Electrofan， 它最核心的技术叫做非循环演算法。这听起来很专业，但简单说，就是它播放的声音是电脑即时算出来的，所以永远不会重复。这点超级重要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很贼，它会自己去找规律。如果它听到一个声音一直在重复播放，它潜意识里就会知道，然后就可能会被弄醒。另外一点就是，你看它身上完全没有多余的灯光，这就完全符合睡眠专家一直强调的绝对黑暗原则。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 Hatch， 它的做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把声音跟光线聪明地结合在一起。睡觉前，它会模拟夕阳，用那种暖暖的红橘色光，等于是在跟你身体说：“嘿，该分泌褪黑激素咯，准备睡觉了。”然后到了早上，它会反过来模拟日出，在闹钟真的响起来之前，用光线慢慢的、温柔的把你叫醒，将其成就不会那么挣扎。对了，它还有个很贴心的设计，就是有实体的按钮，让你晚上不用再拿起手机滑来滑去，被蓝光刺激到，可以直接操作。就像这位科技评论员说的，这种模拟日出的叫醒方式，跟那种会吓死人的传统闹钟比起来，那个体验真的是天壤之别。它是顺着你身体的自然节奏来，而不是很粗暴的把你从睡梦中扯出来。感觉就好很多。OK， 讲到这里，你可能心里在想，好，我知道有这两条路了，那我到底该选哪一种？别急，接下来这部分就是要给你一个超实用、超清楚的指南，帮你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个。你看这张表，一目了然。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如果你的主要问题是从外面来的干扰，比方说你家住在马路边很吵，或是你本身就是那种对声音超敏感，一点点声音就会醒的人，那很明显，绝对屏障这一派，像是 Electrofan， 就是你的首选。但反过来，如果你的问题比较是内在的，像是你的作息乱七八糟，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或是早上起床像要了你的命一样痛苦，那生理时钟建筑师这一派，像是 Hatch， 可能就更能够帮到你，因为它的重点是帮你把生理时钟调回来。不过不管你最后选了哪一种工具，最终的目标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为自己建立一个有科学根据又适合你自己的夜间修复仪式。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具体到底该怎么做。根据这些研究，一个最理想的深度修复仪式大概有3个关键步骤。第一步，设定你的声音环境。你可以用粉红噪音或棕噪音去打造一个稳定的声音背景，而且记得要开一整个晚上哦，这样才能保护你的睡眠不被中断。第二步，校准你的生理时钟，善用日落日出的光线模拟，去自然地引导你身体的褪黑激素跟皮质醇。
最后第3步，这点很多人会忽略，拜托不要戴耳机，直接用机器的喇叭播放，让声音充满整个房间，这样才能创造出最有包覆感、最自然的环境，而且对你的耳朵也比较安全。所以说到底，我们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在干嘛？其实啊，说穿了，我们只是在想办法模拟一个最原始、最符合我们人类演化基因的睡眠环境。那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就像我们老祖宗住的那个山洞一样，要够黑、够凉爽，然后还要有一点稳定，让人觉得很安心的背景声音。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这个。不要再被动的等睡眠来找你了，你应该要主动的去设计你的睡眠。透过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声音科学跟睡眠科技，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有能力为自己的大脑打造出一个最理想的修复环境。所以问题来了，你准备好成为自己的睡眠设计师了吗？